1937年的台北街头，报童们手中的报纸突然少了熟悉的汉文版面。日本殖民当局把皇民化运动推向高潮，这场旨在彻底抹去台湾民族记忆的文化清洗，席卷全岛。1930年代，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，遭遇了空前国际孤立和能源枯竭的日本开始选择内部挖潜，加强精神控制。他们想要台湾人能同心协力，丹石湖江的支持圣战。1936年，海军大将小林基造就任台湾第17任总督后不久，就在一次内部演讲中说：倘若其地居住的台湾民众缺乏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，国防上便犹如处于火山口上，必须排除万难，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，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。对此，小林基造抛出治理台湾的南进基地化、工业化和皇民化3大基本方针，把台湾作为向中国华南及东南亚扩张的据点和桥头堡，以及军需物资的供应地。而皇民化的核心，就是要把台湾人改造成忠君爱国的日本臣民，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输送人力物力。皇民化运动席卷全岛，殖民当局的手段层层递进，他们设立国语家庭制度，能全家说日语的家庭可优先入学、就业，甚至物资配给都能高人一等。1937年，殖民政府公开提出，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，不满者滚回支那去。他们把日语定为台湾的国语，强令各级学校的所有汉语课程一律停开，所有报纸的汉文版一律取消。日常生活中必须使用日语，对于不懂日语的人，连外出乘车都会遭到白眼，甚至会拒不售票。到1944年，全台日语普及率已达71%。更荒诞的是改名运动。1940年起，当局更强迫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，不改者不仅无法获得生活配给，连看病登记都成问题。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李登辉就有一个日本名字，岩里正男。这个岩里虽然是汉姓家字的无奈之举，但他从出生到大学受的是皇民教育，浸染的是日本文化，也致使他的亲日情结根深蒂固。当时学校的孩子们每天要向日本天皇摇拜，唱军国主义歌曲，课本里充斥着忠君爱国的洗脑内容。家庭中，传统神龛被强令换成日本神符神功大麻，春节贴对联、放鞭炮等习俗都被禁止。1941年，皇民奉公会成立，包括李登辉的哥哥李登清、日本名言李武则在内的台湾青年被强征为志愿兵，去侵略者的战场枉送性命，成了这场战争的炮灰。而台北帝国大学则沦为南进智库、热带医学研究所，为侵略服务。文艺也被污染。这首是脍炙人口的台湾民歌《雨夜花》，而为了教唆台湾青年如樱花凋谢般去参战送死，被改成了日语军歌《光荣的军夫》。然而，反抗从未停歇。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在日据时期耗时10年撰写《台湾通史》，临终叮嘱：我预计中日中必有一场大战，光复台湾及其时也。台北士绅林茂生在有日本警员监视的台北大会堂演讲：汉民族是不可同化的。林献堂一生不说日语，不穿木屐，始终以汉名自居。私塾教师秘密传授汉文，家长在家偷偷教孩子说闽南语，改了日姓的家庭，私下也仍用汉名相称。武装斗争更是接连不断。1937年，宜南矿工暴动反抗压迫；1938年，雾社民众破坏日军军需；1939年，高雄农民反抗强拉军夫起义。1943年，苏澳渔民冒险秘密协助盟军等，大批台湾爱国志士为此付出宝贵生命。
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台湾民众连夜拆下神符，迎回祖宗牌位。从基隆到台北的30公里路上，万人迎接祖国军队，但殖民伤痕仍在，语言里留下变所病院等日语词汇，更有不少人被模糊了身份认知，成为亚细亚孤儿。但中华文化的根脉、民族认同的火种、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，一直在台湾人的心中燃烧。